有件事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，我们的大脑其实从40岁左右就开始慢慢变老了。它不是说你突然忘了什么事，也不是神经细胞死掉了，而是在你脑细胞的最深处，那些最勤劳、最努力工作的基因，它们开始撑不住了，开始过劳了。但最有意思的是，科学家发现，真正能让你大脑保持年轻的办法，恰恰是让它继续工作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矛盾？但这就是人类大脑最奇妙的秘密。它不是变笨了，只是最勤劳的那部分真的太累了。这种老化其实并不是一场崩坏，而是你的维修系统在请求休息。这可不是随口一说。2025年10月 Nature 发表了一项跨度一生的研究，科学家从婴儿到100岁老人的大脑里提取了成千上万个细胞，用单细胞 RNA 测序这项顶尖艺术，画出了有史以来最细腻的一张脑细胞老化地图。这次他们不是看一个模糊的整体影像，而是第一次真正看到每个细胞到底长什么样，在干什么。那这张地图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？随着年龄增长，大脑内部有3种出乎意料的变化。第一，那些管家基因集体下线了。这些基因是干嘛的？它们就是细胞里的维修工，负责合成蛋白质、管能量、运送物资。所以你看，老化首先打垮的是保障后勤和维修的这个后台系统。它不是突然停电，而是整座发电厂在慢慢降功率运行。而这篇论文正是为40岁这个节点提供了关键的视觉数据。在论文的拓展数据图 7A 中，研究者将大脑样本分为3组：15至39岁年轻组、40至69岁中年组和70至104岁老年组。数据显示，那些管家基因，特别是负责核糖体和线粒体功能的基因的表达水平，在15至39岁组时非常高，但是在40至69岁组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断崖式的下降，并且这种低表达状态一直持续到了老年组。这就是发电厂在慢慢降功率运行的直接科学证据。第二，我们的生分基因却非常坚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些神经元用来保护自我特征、维持突触结构的长基因几乎没怎么变。你的大脑没有忘记自己是谁，它只是动力不足了。我还是那个我，没变，变的是我维持我的那个力气。身份还在，只是续航变短了。第3个变化是有2种突变在悄悄积累。一种叫 A1 型突变，它在哪儿积累？在那些被高频率使用的短基因上，就像用久了磨损。另一种 A2 型突变，它出现在那些沉默的区域，主要来自氧化压力和早期发育的损伤。研究者打了个很贴切的比方，大脑不是机器坏掉了，而是那个维修系统被透支了。这些伤痕既来自使用，也来自时间，但磨损本身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它没有被及时修补。听到这儿，很多人可能会问，如果最勤劳的基因最容易老，那么我们拼命用脑，岂不是老得更快？其实结果恰恰相反，关键根本不在于用不用，而在于怎么用。因为激活并不等于透支，聪明的使用它才是对它最大的保养。你看，大脑是全身最会修复的器官之一，它变老的根源不是因为干活太多，而是因为修复效率下降了。每当你去运动、去学习、睡个好觉，你的脑子其实都在默默检修。运动时，它换新线粒体，恢复能量工厂；睡着后，它启动 DNA 修复通路，修补白天的损伤。学习和社交时，它增强突触可塑性，让神经元重新连线。夜里，它加快脑脊液流动，清扫代谢废物。这一套流程其实就是大脑的夜间保养。所以，真正让大脑衰老加速的，不是用脑，而是让它忙得没空休。白天点亮新链接，夜晚要让它有机会修补。你用它是为了修它，而不是去耗它。研究还发现了一个细节，
大脑老化最先出现的甚至不是细胞死亡，而是那些抑制性神经元的噪声变大了。比如那些调控我们神经节律的 SST、VIP 神经元，它们功能一弱，你就会觉得注意力分散，脑子乱糟糟的。但别担心，这个过程是可逆的。当这些噪声被重新校准，大脑就会重新变得安静、清晰。那种头脑清晰的感觉，本质上就是噪声被温柔地按下去了。那么，想让脑子老得慢一点，重点真不在休息，而在修复。规律运动，点燃线粒体，睡得够深，让维修工有班可上。终身学习，保持突出的灵活性。吃得干净，别被油炸食物拖后腿。调节情绪，别让压力掐住修复的阀门。让大脑有事做，也要给它喘息。真正的年轻不是跑得快，而是修得稳。所以别害怕大脑变老，它不是一场崩溃，只是一个提醒。它在提醒你，你身体里那个最勤劳的部分只是太累了，而你永远都有机会让它重新亮起来。你的大脑不需要回到20岁，它只需要被你好好对待，因为修复本身就是另一种更深的聪明。去用好你的可塑性，让大脑在每一次修复后都变得比昨天更好。